这才是野外生存的天花板。徒手从人猿时代直接进化到铁器时代，利用从泥土中炼制出来的铁，不但给自己做了小刀、斧头、凿子和锤子，最后利用这些工具做出一个榫卯结构的木屋。男人叫老王，因为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，他被迫徒手来到雨林中，看中了这个石洞。这里远离大陆，可以让他避开许多猎食者，可这里高度实在是太低，老王要想办法把岩石给去掉。他用石头砸了一下，可这里的岩石很硬，用原始人的办法不太好处理。于是他决定制作一些工具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。他去雨林中收集了一些藤蔓，准备做一个武藤篮用来装粘土。编织武藤篮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奇变偶不变，符号看象限，这样编织的武藤篮才不会变形。完成以后，老王还准备给自己做一双鞋子。他将树藤形成2个环，然后放在脚趾上，将树藤依次编织过去，记得要将其用力的拉紧，不然很容易垮掉。很快就完成一个鞋底板。接着老王找来一些树皮，将它们紧紧地扭在一起，这样可以防止绳子散开。最后将绳子穿过鞋底，然后扭紧后固定在腿上，就得到一双结实美观的人字拖。现在为了砸掉岩石，老王要做一个炉子。他用石刀划破叶树皮，又用石刀划开树枝，准备用这2样做成一个扇子。完成以后的效果是这样的。接着他按照扇叶的大小，在地上画出一个圆，然后用编织好的武藤篮去挖粘土，将它们堆砌在圆的外圈，准备做鼓风机的外形。完成以后，老王在石片上砸出一个凹槽，用来增加扇叶的摩擦力。鼓风机的屋顶，他选择使用木棍搭建，铺设好以后，用粘土来将其密封住，看起来精致又美观。最后将整个屋顶封好后，老王开始搭建鼓风机的出风口，做的和鼓风机一样高。随后他用更加细腻的粘土，准备做成一个镊子，在中间打孔是为了方便火焰穿过。等干燥以后，固定在出风口上，然后继续用粘土封闭住。等老王修缮好后，看这外形，我还以为是一个马桶。现在这个炉子只需要一场大火的考验。他在石头上钻出一个孔，将其安在木棍轴体上，然后将绳子缠绕在木棍上。只要绳子被拉出，轴体开始旋转，就会反方向继续重复这个过程。这样钻木取火时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老王用碎石头做钻头，在轴体上切出一个凹槽后，把钻头紧紧地绑在上面，这样用来给木头打孔十分的方便。在得到一根轴杆后，老王将其末端绑在轴体上，这样更加节省体力，且拉久了手也不会起水泡。接着他用石刀在木棍上刻出一个凹槽，然后将易燃的树叶堆在叶上，用木头将其分开，这样可以有更多的空气进入。最后他用纺锤开始旋转生火，没多久就看见底下开始冒烟雾。老王用自己的口气吐出，很快就将火给点燃，然后加柴后将火种放进火炉中。这纺锤不但可以用来生火，还能用来当鼓风机，转得越快，火焰也就越大。原来是老王意外在小溪中发现一个椰子，他开心地将外壳去掉后，才发现是一个空椰子。但好在老王心态好，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水杯。他将杯子做好后，发现一些富含铁元素的泥土，这种泥土通常出现在小溪、沼泽以及泉水旁。老王收集好后，准备在里面添加木炭。添加木炭可以还原出泥土中的铁，还能降低泥土的熔点。敲得足够碎后，才将含铁泥土倒进去，将它们搓成一个个小丸子，然后放在火炉旁等干燥。在这个时间，他又去收集粘土，将它们做成一个土墙，在里面烧木头。他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木炭。在底部钻出6个出气口后，老王去收集了许多的干柴，堆叠起来会燃烧得更加充分，做出来的木炭质量会更高。堆好后用粘土直接封起来，然后把木炭倒进顶上预留的小孔中，再使用麒麟臂助燃后，老王将顶上也封住，因为底部有预留出气孔的原因，火焰会自然而然地向底部燃烧。在燃烧了2个小时后，老王将底部出气孔也堵住，这样焖烧出来的炭结实又耐用。等老王第2天打开罐子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木炭的品质非常好。然后老王将木炭倒进火炉中，将昨天搓好的铁球丸子放进去，再在上面放一层木炭，转动鼓风机准备分离铁球丸子中的铁。别看这个炉子非常简易，内部的温度可以达到1200度。为了维持高温，每5分钟就得加一次木炭。整个分离过程一共维持了3个小时。最后老王将铁球取出来，锤掉外面的残渣，然后在上面浇水冷却，可以看见里面有许多铁颗粒。虽然不多，但也有个2两。在得到有力的实验结果后，老王去收集更多铁细菌，依旧加上木炭搅拌，等干燥后放进炉子中燃烧。在持续了1周这个过程后，老王终于得到了2斤铁。现在他准备开始铸造铁工具。老王将木炭碾碎后和陶土混合在一起，准备做出一个陶杯，用来装铁水。他捏出形状后，用线圈增加高度，还需要时不时将缝隙抹平。看得出来，老王也是一个老手艺人。做出来的杯子十分符合我的审美。接着他放在火炉上烘干一点后，直接放在火炉中，用木头和木炭包围起来，然后运转鼓风机开烧，时不时加点木炭，增加火炉中的温度。
在1300度高温的炼制下，这口杯子在火焰中的颜色非常好看，但还没达到老王想要的效果。于是他继续炼制，整个过程持续了4个小时。等炉子冷却后，一个声音清脆的陶杯就制作完成。老王又在炉子中增加木炭，准备给陶杯来个梅开二度。在陶杯温度达到1200度时，他将0.4公斤左右的铁放进去，然后在陶杯周围放更多的木炭，想将铁颗粒融成铁水。这时候看得出来，铁颗粒都已经粘合在一起。然后老王加大风力输出，趁着燃烧的过程，他准备先做一个模具。他在粘土上划出刀的形状，然后将其挖出来。而火炉中，在5小时后，炉内温度已经达到1600度，所有的铁都已经融化成铁水。老王用木棍当钳子，把所有铁水都倒进模具中，没想到最后还有多余的。而随着温度开始下降，铁也慢慢凝固成刀。老王在上面浇水冷却，让其变得更加坚硬。等完全冷却后，老王才将铁刀给取出来，然后在石头上打磨开封。经过打磨后，这把刀看起来有那么一回事了。而老王也去实验了下效果。现在他准备用这根树枝做一个刀柄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他劈开中间后，直接用绳子固定在上面，得到一把原始风格铁刀。原来是在尝到甜头后，老王准备继续炼铁，做一个凿子和铁锤。因为锤子和凿子需要的铁更多，所以这次老王会融化2斤左右。依旧是趁着还没融化成铁水的间隙，先用粘土将模具给做出来，然后将在1400度高温下得到的铁水浇灌在2个模具中。没想到在野外还能直接进入铁器时代，不得不说老王是真的厉害。等到2个工具冷却好后，他将凿子放在磨刀石上打磨，然后锤子直接用木头捆绑起来。随着老王实验了一下，这2样工具真的是天作之合。在这样激烈的劳作下，老王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，所以他需要找点吃的，最好获取的就是溪流中的鱼。于是他决定用藤蔓编织地笼，虽然做法很简单，但还是需要一点耐心。完成后看起来十分不错。而老王一共做了5个，在将盖子也做好后，诱饵他选择使用小溪中的蜗牛。在收集到一堆后，将蜗牛碾碎，充分让气味散发出来。他还使用粘土固定，这样在溪流中蜗牛没这么容易挥发。完成后装在所有地笼中，看得出来清澈见底的小溪中有许多的鱼。老王用大石头压住地笼，现在就是等待收获。在3个小时后，他将所有地笼取出来，结果5个地笼中只有2个有鱼，且收获也不是很多。由于还没给自己做过，老王使用石板煎鱼，注意石板不能离火源太近，不然会直接爆炸。感觉石板热度足够以后，老王才将刚捕获的鱼放上来。在1个小时后，成功得到一大堆小鱼干，虽然不多，但给老王补充了许多蛋白质，让他恢复了点体力做接下来的事情。由于他想做加位置的石块太坚硬，他决定将其加热再凿开。他用5藤篮搬来泥土覆盖在下面，然后将收集来的柴点燃。在高温的作用下，石头会变得比平常脆，所以老王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。在燃烧了1个小时后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些小石块已经开始爆炸。等火焰燃烧完，地上多了许多脱落的石块，而老王也拿着锤子开凿。现在工作起来就轻松了很多，但是要注意安全，因为高温后石头内部会有许多裂隙，一不注意就会砸到自己。处理完表面的一层后，老王继续点火燃烧。只要运用智慧，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。很快，老王就将石壁处理得差不多。虽然看着很简单，但将这一块巨石移除掉，一共用了他6天的时间。现在洞穴看起来就比最初大了几倍。然后老王搬运来粘土，将它们均匀地涂抹在地上，然后去收集一些平坦的石板，这可是做地板砖最好的材料，而且可以防止回潮。老王将整个地面铺设好后，看起来就像一个风景区，整个范围大概4平方左右，睡他一个人绰绰有余。老王将庇护所的地板铺设好以后，决定做一把斧子砍树。他将剩余的1斤铁倒进火炉中，然后将其融化成铁水，最后倒入做好的模具中。冷却后，依旧是开始打磨。看得出来，老王对于制作铁制品已经是轻车熟路。老王将其固定在树枝上后，这斧头看起来颇有原始人的气息。然后他拿着斧头去砍树。老王对自己做的斧头质量很自信，挑选的都是比较粗的木头。他将其切成2米长短，然后用斧头修理树干。他想将其切成四四方方的。许多人说斧头做不到，但老王就亲手做给你们看。
做完第1根以后是第2根，在1天后，老王得到4根，然后他将其砍成1.5米长，利用斧头和凿子想将木头砍出凹槽。看来他是想用榫卯结构，这一步非常需要耐心。老王完成后，将2根木头连接起来，大小刚刚合适。在确认自己长度没问题后，他使用凿子开始打孔。我说这手艺是野外生存的天花板，没人会反对吧？将孔打好后，老王开始制作销钉。这里要注意，销钉一定要比打的孔大，不然连接的木头有脱落的风险。老王制作的大小就刚好合适。随后他用斧头锤紧，这坚固性用到木头腐烂都没问题。打好所有木头的孔后，老王将它们搬到洞穴口来，然后将框架连接住。右边好像长了一点点，但没大问题。然后他用销钉固定，多余的直接用斧头砍掉。然后他测量出木砖需要的长度，拿着斧头砍出50厘米左右的木桩，将皮去掉后，依旧是砍成方块。所有的木砖他都打孔，然后在里面插入销钉。就这个工作量，一般人可真完成不了。而老王做起来感觉十分轻松。将所有木砖打孔且插上销钉后，老王在框架上标记出需要插的位置，然后用凿子开始打孔。最后将木砖安装上去，用锤子给钉牢固。随后所有的木砖都按照这样的步骤。第2层一定要错位放上去，这样会更加的牢固且美观。看老王做事情简直就是一种享受。将木砖整齐地做成木墙后，左边这有一个石壁龛，这是他预留的壁炉，他在里面生火看需要预留的大小，然后开始铺设右边的木砖。壁炉上方需要的木头更长，老王考虑的真仔细。在将2边都搭建好后，中间给门预留的宽度是60厘米，他开始处理1根1.5米的木头，准备做门框，依旧是使用榫卯结构，大小长度都是严丝合缝。最后老王开始做木门，这用到的木头也比较多，而且门板都是用榫卯结构来固定，一根一根的堆叠上。门的铰链杆他砍成锥形，这样开关都会方便很多。完成后，在框架上凿出合适的孔，然后将木门给安装上去。看起来十分好看。然后老王开始搭建屋顶，依旧用销钉固定房梁，然后在上面绑上檩条。他还预留了一些做屋檐，防止下雨雨水进入。完成后，他去溪水中寻找石板做瓦。他的想法做20乘40的长方形，测量好后就开始用小刀切割。然后沿着切割的边缘，轻轻地将多余的敲打下来。过程看起来极度解压，而瓦片边缘毛刺也要修理一下。接着就是一直重复这个过程。在得到一堆瓦片后，你以为就结束了？不，老王还在瓦片上钻孔，用来固定在屋顶上。他钻好孔后，串上绳子固定，将它们整齐地放在檩条上，然后将绳子系起来。在耐心的依次堆叠后，老王的屋顶就搭建的差不多。防水性也不用担心。在花了2个月时间，终于将庇护所搭建好后，老王决定搞点吃的。他找到一根大树，认为这棵树有病，里面会有许多蛀虫，结果还真被他找到。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，但这富含丰富的蛋白质。老规矩，含量是牛肉的10倍。他将其带回家后，在壁龛上摆放一块石板，然后将虫子都放上去加热。煮熟以后吃起来会有点油腻，口感比蜂蛹差一点。别问为什么，因为我也吃过。这顿饭不能让老王吃饱，但是提供的蛋白质绝对足够。吃完后，他躺在新家中睡2个月来第一个好觉。这是一个建造在悬崖上的小屋，出门靠的是自由落体式，然后依靠藤条晃荡。这样才算离开家门。老王感觉这样出门十分不方便，于是决定建造一个木桥。他用自己制作的斧头修理木桩，然后用凿子在上面打孔，这是为了销钉可以插进去。
这击打声就是丛林的独奏曲。打好孔后，老王将销钉插进去，然后将4根木头连接起来形成桥脚，再重复这个过程。得到2根后，老王将其运到水下去，将其固定在水下，然后将3根树干连接起来，当做木桥的桥梁。他将桥梁摆放上去后，将固定桥脚的绳索松开，然后调整一下桥的平衡。在没有使用任何固定工具的情况下，桥梁和桥脚相互压靠，使得桥无比坚固。做完后，他修剪掉多余的部位，然后又去处理好一些木头，将其固定在桥梁上，依旧是使用销钉固定。整个桥面宽度大概1米，底部依旧是木头支撑。接着他修剪出一些小木头，准备做桥的地面。有耐心的他每一根都用销钉固定。此时小桥已经初见雏形。做完桥的地板后，老王准备开始做扶手。他将木头两边砍小，然后插在预留的孔中，再搬来2根木头，在合适的位置打好孔后，插在木头上，两边的扶手就简单的完成。现在老王出门终于不用落体式了。完成后，他准备制作一个陶锅，毕竟他准备在这里养老。他将木炭碾碎，然后和粘土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后，做出陶锅的外形。再自然风干8小时，将其放在火炉中，直接大火猛烈烧至5小时。为了温度稳定，每隔15分钟加一次木炭。做好后，成品看起来十分美观。然后他安置的鱼笼也收获了许多鱼，他将它们整齐的摆盘，然后回家生火后，直接放在火上干煎。神奇的是，这鱼居然自带油水。趁着煎的功夫，老王出门寻找了一些野辣椒，放在刀板上切碎后，直接撒在陶锅中，得到一盘香气四溢的辣椒鱼。最后老王摆上一朵花装饰，野辣椒配小鱼，每一口都在味蕾上回弹。老王就这样坐在木桥上，享用自己辛苦的成果。这样的生活看得让人羡慕不已。